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《忍者龙剑传》。开场隼龙的姿势啊，看起来像腰间盘突出了。本作发售于1988年，和红白机版本的初代发售于同一年，但非常明显，这是两个小组制作的，风格迥异。街机版的隼龙主要的攻击手段都是拳脚，这是一个3连击。虽然呢，他身后背着剑，但可能呢也有肩周炎啊，这个剑很难拔出来。屏幕上有很多可以破坏的障碍物或者是道具，如果你想破坏的话呢，直接攻击是不行的，你需要把敌人打飞出去，然后把这些东西撞碎。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打开，就是你自己被打飞出去，然后撞碎也可以。那里边呢有各种道具，打出了一个剑的标志，捡到这个标志之后，咱们才可以使用武器。而且呢，过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也就过期了，可能是剑砍断了呀，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抓紧的用。游戏的操作键一共是3个，分别是攻击键、跳跃键还有抓取。抓取呢，刚刚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，就是抓住了一个钓竿，然后在上面用脚踢人，这招其实非常好用啊，尤其是在特定的场景之下。跳起来之后按攻击键呢，可以把敌人甩出去，这招很像红白机平台双截龙3代的那招。打一些 BOSS 的时候有奇效，另外呢，也可以把敌人扔到悬崖下方。这种胶囊呢是血，但是啊，这款游戏打出什么道具是随机的，不一定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掉血了，你就要积极的去破坏一些障碍物了。哦，上面拿着刀的敌人可以砍到下层的，所以说我躲了一下。这里我就在最下面走了，显着安全一点。前方不远呢，就是第1关的 BOSS 战。这款游戏的流程是6关。听起来不算长，但实际想通关的话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啊。第1关的场景呢是旧金山 ，BOSS 是一个相扑。那隼龙为什么来到了美国呢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。时间是在1999年，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但是这款游戏出品的时间呢是1988，所以说是一个未来世界啊。99年的时候有一个世界末日的预言，可能很多小伙伴还记着呀。那游戏当中呢，这个预言是一个叫诺查丹马斯的教派提出的。提出这个预言之后，眼看着到日子了，还没有末日的迹象，所以说这个教派啊就在美国释放了大量的囚犯，意图呢实现这个世界末日的预言。听起来好像哪里不对啊，就是想要用人力来实现这个预言啊，脑洞也是很大。所以隼龙呢就从日本漂洋过海啊，坐着一个小船来到了美国。隼龙也是没长心啊，自己身上的病还没好，又肩周炎又腰间盘突出，还是来了。第2关的场景呢是新泽西，路上的车啊会撞到咱们的啊，刚说完就被撞了，掉了一格血啊，大家看屏幕的左上角，血量一共是3滴，其实很脆的，每滴血呢大概可以承受敌人的2次攻击，
但是到了游戏的后期啊，这个血量就形同虚设了，因为很多的 BOSS 呢能秒你，小兵打一下呢2根血。玩隼龙用拳脚总是感觉很奇怪，尤其是他其实一只手啊握着这把剑，但就是不用啊。以后我应该录制一期全程用剑的，就是咱们开一个金手指吧，玩的能畅快一点。我又被车撞了，剩1点血了呀，幸亏打出一个胶囊。这关掉的血都是敌方的机械化部队造成的。第一滴血是横穿马路的时候没看红绿灯，结果被车撞了。第2滴血呢是被摩托撞的。这款游戏呢可以双打。那1P呢，在后期的设定里补充了，说是隼龙，但2P 的身份啊一直不知道，是一个红衣服的忍者，动作啊、技能和隼龙都是一样的。也是一个用拳脚的忍者，体术流忍者啊，所以说2P 是不是小李啊？但小李穿的不是红色呀。来到了第2关的 BOSS， 第2关毕竟上了难度啊，给你上了2个 BOSS， 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其实呢都不是很抗打呀。另外，像这种30多年前的轻版动作游戏，就要发挥咱们歪轴战士的特长了。就是和 BOSS 窜线。那我玩这款游戏自己有一个体会啊，就是按攻击键的时候，如果拉方向前，感觉判定更强一点，可能是错觉啊，因为毕竟这款游戏太过于古早了，判定其实很粗糙。第3关，咱们来到了拉斯维加斯。敌方这个敌人好凶悍啊，拿着一个超大的木棍，有点像噬魂的王虎。王虎到了2代呢，是拿着一个石柱。转盘上的这个部件是能打到人的，有攻击判定，不要被碰到了。这个地方早点跳过来，这样能够占据优势。如果你来得晚，那对面呢拿个木棍在那等着你，你再想跳过来就不容易了。这个地方是本关的一个难点。早期的硬派动作游戏，如果想玩通关的话，就要注意背板。包括一些卡位啊，甚至是利用 bug， 这都不丢人啊，因为游戏的判定确实是过于硬核了。上一关呢掉了2点血，所以说这关打得非常的小心。刚刚捡的那个道具啊是加分的道具，没什么大用。游戏也是有时间的，每关呢它是用时间来区分了很多的部分，那完成一个部分呢就要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，绝大部分情况下时间都是够用的，有一些特别的场景显着紧迫一点，但是紧一点也好啊，对吧？
紧一点的刺激。这里给了加时间的道具，这个加时间的道具呢不是加满的，它大概是加20秒左右。所以说你不要觉得有一个时间道具了，你就可以一直浪了，不行的。而且这款游戏的道具啊，在地上的时间非常短。基本上出来之后，你就要考虑捡还是不捡了。捡的话呢，马上要过去。这招非常可惜啊，不能砸到人。如果能砸到人的话，会非常好用，一打打一片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看起来很高，但实际上它是3个呀，所以这关呢稍微走一下位。这个 BOSS 怕摔。拳脚的话呢，有可能你打了他2下，他就向后翻滚了，躲开了，非常灵活。所以说摔呢好一点啊，摔的话稍微提前一点跳。如果你给了他1拳或者2拳，他向后翻的话，马上会回来挠你的。这个爪子挠一下很疼啊。时间够啊，咱们可以慢一点打，不要急。好，已经干掉1个了。现在这个 BOSS 呢还不难打，难的是最后一关第2次出现的时候。第2次出现呢，它是秒杀你的，一旦攻击到呢，就是3根血。我的天，隼龙啊，还有这段峥嵘岁月呢，这个大家就当没看到啊。这关开始，我先带屏幕，咱们可以抓着这个树枝。这个角的判定是很强的，而且一次性呢就可以把敌人击倒。所以说，如果卷轴上有这种位置的话，还是尽早的来占据。基本上在上面吊着就等于无敌了。看见2个敌人，我还跑回来了，继续吊着。这就是在背板啊。前方这里呢也需要卡位，有2个木箱，最好呢是把这箱子都保留啊，但是我只留了1个也够用了。踢障碍物这一下非常讨厌，它是自动的，就是你接近了这种障碍物，然后呢你稍微往前推一下方向，它自己呢就翻过来了。这个场景敌人非常多呀，但是很脆，咱们占据有利的地形，这个点不错。游戏当中呢有那么2、3个点需要你掌握的非常准，玩的多了呢你就会摸得很准了。这里恐怕有2、30人啊。游戏当中后面还有类似的场景，也是需要你摸的点非常准。游戏的 BOSS 其实都不难，小心一点就可以。但是流程当中呢，
非常容易掉血，而且这点血啊也不抗打。满血的时候总给我回血道具啊。好，这里呢需要抓取，然后呢向前跳出，跳出之后再抓取。只跳的话呢就掉到水里了。这里水下竟然有敌人。把这个货甩下去。刚刚这一下真的有一点像双截龙的味道。这里呢，我是从下面走的，从上面也能走。我被打下来了呀！还好只掉了一滴血啊，已经快到岸上了。这里就是 BOSS 战了。BOSS 呢是2个相扑，和他们打 Y 轴就可以。这些家伙呢 Y 轴都比较弱，但是也有例外，就是最终 BOSS。所以说打最终 BOSS 的时候呢，打法要稍微变化一点。他们大概倒地3到4次，也就没了。这已经是第4关 BOSS 了。第4关的场景呢是科罗拉多大峡谷。下一关呢，咱们会来到西部的荒野了。第5关，每关的场景其实并不长，但打起来呢，每关要打个5、6分钟。我先把拿着柱子的敌人干掉，因为他的攻击范围呢，比咱们吊起来之后用脚踢要远一点。所以说先把它清掉，然后呢咱们再把自己吊起来，就无敌了。看一下，哎，够不到了，有点走远了呀。这里还有一个。这个游戏我给大家个建议啊，就是云通关就可以了，自己不用玩啊。我练习的时候呢，真的是费了很多的劲。游戏的整体素质非常一般，比红白机平台的3部曲差了很多呀。但其实红白机的初代呢，难度也很高，毕竟制作组当时的经验不足，你感觉画面也没有后面的3代好。这把剑真是神器呀！为什么它是限时的呀？前面这个场景可能是整个游戏当中最爽快的了，前提呢是咱们把点站准。好的，跳到上面去。这种跳跃呢是按上摁跳，它还有一定的 Y 轴窜线的效果，可以用来躲避一些 BOSS 的攻击。敌人没出来啊，我再往前带一下屏幕。好的，这回就差不多了，大家可以数一下这里有多少人啊。
把敌人往下打。就守在这里啊，这真是不讲武德了。对面就是排队着送啊，可以了，没人了吧？铁路有这么修的吗？我估计啊，这样是无法通车的。两个桥墩中间的跨度太大了。哦，在这儿断掉了。BOSS 战 ，BOSS 又是2个，看起来是摔跤的明星啊。这里可不可以允许我先清小兵啊，然后再打 BOSS 啊？可以，这2个家伙很讲武德呀，没下来，哎，结果我被小兵给打了，掉血了，掉血了。打 BOSS 的时候注意一点吧，一个一个打。他们2个呢也一个一个的上。那毕竟呢，我只有1个人，2个一起上呢是办不到的。哎，这里给了加血道具，但是时间不多了呀，快到10秒了，我打倒他2次、3次，可能还差1次啊。好的，过关。这里隼龙客串了蜘蛛侠呀。最后一关了，最后这关呢，就是这个教派的总部了。咱们要面对这个教派的首脑，首脑的名字叫做布莱德达姆。但是我不能确定啊，咱们最后打的这个 BOSS 是不是教主本人，还是他派出来最强的战士？毕竟这款游戏太早了，很多资料查起来不方便。我的天！大家注意屏幕左上角那个石像啊，这让我想起了巧巧。感觉就是石板里有一个人，咱们是不是考虑一下用吸血鬼的面具刺激他一下？下面真的有一个面具啊！不敢想啊！而且面具有好多，哇，这里更多呀！我再确认一下游戏的名字啊，是不是忍龙啊？这里呢，来到本关第1场 BOSS 战，这都是打过的呀，但是他们都是加强的版本啊。这里最普通的小兵，摸一下就是1滴血，那拿着柱子的呢，摸一下是2滴血。BOSS 我不知道啊，我没让 BOSS 摸过，也不敢啊。但是后边手里有叉子的我知道，摸一下就是1条命。自己练习的时候呢，吃过很多亏。有一把剑，去晚了没捡到。大家看这个道具消失的多快啊！
背景的这个画啊，大家看怎么理解了？有可能呢，绑起来的是所谓的女巫，甚至也有可能她就是德库拉的老婆。所以说这个场景啊，真的是和吸血鬼有非常深的关系。大家看屏幕的左上角，我感觉是实锤了吧？这不就是卡兹本人吗？好，前方不远呢是第2场 BOSS 战。这场 BOSS 战啊，你可以认为是最终 BOSS 战，因为它的难度啊比最终 BOSS 要高。过了这里呢，就等于通关了。这里过不去呢，也就交代了。咱们分数啊，117600，这个分不高。来了啊，加强版，换了个颜色，被勾中一爪。就是3滴血，就是一条命啊！所以这里啊，利用障碍物把那2个卡住，然后呢，跟这个单挑，拳脚不太吃啊，时间有点紧了，但没办法，一定要小心，被挠到一条命就没了。再抓一下，摔的话大概3到4下一个，但是摔的时机一定要准啊！好在咱们摔的时候是无敌的呀，如果不是无敌的，刚才就没了。都跑了，拳脚打的都跑了。不错啊，已经干掉一个了。这2个呢也不是满血的状态啊。好，剩一个。时间，刚才呢剩18秒，我感觉时间是够的，因为打完这里呢，时间又重置。38秒，看一下打这儿用了几秒啊？打这儿用了8秒，所以说时间刚才真的够。好的，最终 BOSS 了。最终 BOSS 挥剑那一下，因为他拿的是双刀，范围非常广啊。咱们 Y 轴呢有点打不过他，那怎么打他呢？咱们就从 Y 轴接近，然后用拳头呢确认安全距离，之后咱们横向移动。勾引 BOSS 接近你的 X 轴，这样打他就可以了，大概4、5次吧。好，确认安全距离，然后横向移动再打。确认好，横向移动。你横向移动呢，他会主动的走进你，所以说啊，不要主动的走进他。我不太喜欢被动啊，但是打这个 BOSS 呢，没有其他办法啊。这样打呢是最稳妥的。好，这样就通关了。街机版的忍龙呢，毕竟年代比较早，而且和红白机版啊不是一个制作组，所以说大家可能看起来感觉这款游戏的画风不太对啊。但是呢，它也可以作为忍龙的起源之一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忍者龙剑传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